第4章云岚宗。大厅中，肖战以及3位长老正在颇为热切地与那位陌生老者交谈着。不过这位老者似乎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一般，每每到口的话语都将会有些无奈地咽了回去。而每当这个时候，一旁的娇贵少女都是忍不住地横了老者一眼。亲耳听了一会，萧炎便是有些无聊地摇了摇头。萧炎哥哥，你知道他们的身份吗？就在萧炎无聊地想要打瞌睡之时，身旁的薰儿仙指再次翻开古朴的书页，目不斜视地微笑道：你知道？好奇地转过头来，萧炎惊诧地问道：看见他们袍服袖口处的云彩银剑了吗？微微一笑，薰儿道：哦。心头一动，萧炎目光转向3人袖口，果然是发现了一道云彩形状的银剑。他们是云岚宗的人。萧炎惊讶地低声道。虽然并没有外出历练，不过萧炎在一些书籍中却看过有关这剑派的资料。萧家所在的城市名为乌坦城，乌坦城隶属于加玛帝国。虽然此城因为背靠魔兽山脉的地利而跻身进入帝国的大城市之列，不过也仅仅只是居于末座。萧炎的家族在乌坦城颇有分量，不过却也并不是唯一。城市中还有另外2大家族，实力与萧家相差无几，3方彼此明争暗斗了几十年，也未曾分出胜负。如果说萧家是乌坦城的一霸，那么萧炎口中所说的云岚宗，或许便应该说是整个加玛帝国的一霸。这之间的差距犹如鸿沟，也难怪连平日严肃的父亲在言语上很是敬畏。他们来我们家族做什么？萧炎有些疑惑地低声询问道。移动的纤细指尖微微一顿，薰儿沉默了一会，方才道：或许和萧炎哥哥有关。我可没和他们有过什么交集啊。闻言，萧炎一怔，摇头否认。知道那少女叫什么名字吗？薰儿淡淡地扫了一眼对面的娇贵少女。什么？眉头一皱，萧炎追问道。纳兰嫣然。薰儿小脸浮现点点古怪之意，斜撇着身子有些僵硬的萧炎。纳兰嫣然，加玛帝国狮心元帅纳兰杰的孙女纳兰嫣然，那位与我指腹为婚的未婚妻。萧炎脸色僵硬的道。嘻嘻，爷爷当年与纳兰杰是生死好友，而当时恰逢你与纳兰嫣然同时出生，所以2位老爷子便定了这门亲事。不过可惜在你出生后的第3年，爷爷便因与仇人交战重伤而亡。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萧家与纳兰家的关系也是逐渐的浅了下来。薰儿微微顿了顿，望着萧炎那瞪大的眼睛，不由得轻笑了一声，接着道：纳兰杰这老头不仅性子桀骜，而且为人又极其在乎承诺。当年的婚事是他亲口应下来的，所以就算萧炎哥哥最近几年名声极差，他也未曾派人过来悔婚。这老头还的确结得可爱。听到此处，萧炎也是忍不住笑着摇了摇头。纳兰杰在家族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，他说的话一般都没人敢反对。虽然他也很疼爱纳兰嫣然这孙女，不过想要他开口解除婚约却是有些困难。薰儿美丽的眼睛微弯，戏谑道：可5年之前，纳兰嫣然被云岚宗宗主云韵亲自收作弟子。5年间，纳兰嫣然表现出了绝佳的修炼天赋，更是让的云韵对其宠爱不已。当一个人拥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时候，那么他会想尽办法将自己不喜欢的事解决掉。很不幸的，萧炎哥哥与他的婚事便是让他最不满意的地方。你是说他此次是来解除婚约的？脸色一变，萧炎心头猛地涌出一阵怒气。这怒气并不是因为纳兰嫣然对他的歧视，说实在的，对面的少女虽然美丽，可他萧炎也不是一个被下半身支配心智的色狼，就算与他结不成情境之好，那萧炎也顶多只是有些男人惯性的遗憾而已。可如果他真的在大庭广众下对自己的父亲提出了解除婚约的请求，那么父亲这族长的脸可就算是丢尽了。纳兰嫣然不仅美丽娇俏，地位显赫，而且天赋绝佳，任何人在说起此事时都将会认为他萧炎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成，却反被天鹅踏在了脚下。如此的话，日后不仅萧炎，就算是他的父亲，也将会沦落为他人笑柄，威严大失。轻轻地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，
萧炎那藏在袖间的手掌却已是紧紧地握拢了起来。如果自己现在是一名斗师，谁又敢如此践踏于我？的确，如果萧炎此时拥有斗师实力，那么就算纳兰嫣然有着云岚宗撑腰，那也不可能做出如此行径。年仅15岁的斗师，嘿，在斗气大陆这么多年的历史中，可唯有那寥寥数人而已。而且这几人都早已经成为了斗气修炼界中的泰山北斗。一只娇嫩的小手悄悄地穿过衣袖，轻轻地按着萧炎紧握的手掌。薰儿柔声道：“萧炎哥哥，他若真如此行事，只是他的损失而已。薰儿相信，日后他会为今日的短浅目光后悔。”后悔？嗤笑了一声，萧炎脸庞满是自嘲。现在的自己有那资格？薰儿，你对他们似乎知道得很清楚。你先前所说的一些东西中，或许就是连我父亲也不知道吧？你是如何得知的？轻摆了摆手，萧炎话音忽然一转，问道。薰儿一怔，却是含笑不语。望着薰儿的躲避态势，萧炎只得无奈地撇了撇嘴。薰儿虽然也姓萧，不过与他却没有半点血缘关系，而且薰儿的父母萧炎也从未见过。每当他询问自己的父亲时，满脸笑容的父亲便会立刻闭口不语，显然对薰儿的父母很是忌讳，甚至惧怕。在萧炎心中，薰儿的身份极为神秘，可不管他如何侧面询问，这小妮子都会机灵地以沉默应对，让得萧炎就算有计也是无处可施。哎，算了，懒得管你，不说就不说吧。摇了摇头，萧炎的脸色忽然阴沉了下来，因为对面那在纳兰嫣然不断示意的眼色下，那位老者终于是站起来了。哼，借助着云岚宗向父亲示威吗？这纳兰嫣然真是好手段呐！萧炎的心头响起了愤怒的冷笑。